为了报复美国的整个司法体系，他精心策划了10年，哪怕最后被关进监狱，但也能隔空杀人。比如今天想吃牛排，典狱长不给做，那就死一个警察；明天6点想出狱，你不放我走，那就死几个律师。看到接下来的画面，你就能明白他为什么这么狠。10年前，男人一家正在等外卖，突然闯进来2名劫匪，一棒子敲晕了男人。瘦子只想打劫，胖子却见色起意，在给了男人一刀后，当着男人的面糟蹋并杀害了他的妻子，连年幼的女儿都没能逃过魔爪。不久后，2名劫匪相继被抓，但判决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。没杀人的瘦子被判了死刑，缓期10年；而有点关系且杀了2人的胖子，却只被判了3年。这样的结果，搁谁都不会同意。当男人想要找他的律师重新上诉时，却无意间发现律师正在和胖子握手。原来这所谓正义的化身，不过是个为了保全自己辩护律和罪犯做交易的人渣。男人心灰意冷，带着绝望和愤怒转身离开。这一去就是10年。这天，瘦子的刑期到了，他被绑在床上等待安乐死。可当药物注射进体内，本该是无痛的沉睡，却变成了剧痛的折磨。瘦子在哀嚎了很久后，才七窍流血而死。事后经过调查发现，是药物被人做了手脚。当年的黑人律师已经成了检察官，他接过药瓶一看，后面还刻着一句话：你无法反抗命运。这不是胖子的口头禅吗？于是小黑带着警察准备去找胖子问问。而对此毫不知情的胖子正看着新闻，见当年的兄弟被处死，他还露出了鄙夷的笑容。这时手机突然响了，对方说想要不被警察抓，就按我指示赶紧跑。看了眼窗外，果然有警车正在赶来，胖子立马心虚了。这些年他可没少干坏事，于是跟随神秘人的指示，上了路边停放的一辆警车，拿过熟睡警员的配枪，并威胁他赶紧走。最后来到了一所废弃工厂，胖子见甩开了追捕，现在只要再解决了这名警察，那就彻底安全了。可就在准备动手时，神秘人又打来了电话，谁知接听后才发现，神秘人就是对面的警察。他摘下假发，原来是消失的男人，这一切都是他设计的。胖子得知中计，直接扣动了扳机，怎料没出子弹，反而枪把上弹出一圈毒针。男人告诉他，这种毒药会让你动弹不得，但又能保持清醒。接着胖子被五花大绑到了一个仓库，男人给他打了一针肾上腺素，以免他承受不住接下来的痛苦，中途晕倒那可就不好玩了。接着他开始给胖子介绍各种刀具以及待会儿的用途。对了，这精彩的肢解过程怎能不亲眼看着呢？男人又贴心的在胖子眼前放了一面全身镜，上面还贴着他家人的照片。Be the last thing you ever see as I cut off every single one of your fucking limbs. 一切准备就绪，男人架好录像机，正式开始了复仇之路。等警方找到胖子时，他已经被分成了25块。那残忍的画面，经验老道的法医看了都想吐。警方根据这个仓库，很快查到了男人身上。然而就在他们出动大量警力抓捕男人时，男人却在家里脱掉衣服，乖乖的束手就擒。但从他家里的大量法律书籍，还有墙上贴着小黑和胖子握手的照片来看，很显然男人的报复才刚刚开始。小黑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来到审讯室准备用自己的套话能力，赶紧让男人认罪。可万万没想到，男人说的每句话都承认了自己的罪行，但在法律意义上却又无法定罪。气得小黑转身就走，但男人却叫住了他，想让我认罪也不是不可以，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马上就要蹲监狱了，到时候你给我准备个席梦思床垫。小黑一听，可以，想要床垫是吧？等你死了我给你捎过去。说完头也不回的离开了。怎料刚到办公室，妻子就给他打来电话，说不知谁往家里寄了一张光碟，女儿以为是动画片，没想到是分尸录像，吓得孩子脸都绿了。不过录像上男人戴着面具，还是无法定罪。无奈这下，典狱长只好给男人送了一个床垫。就这样，男人成了监狱里所有人羡慕的对象。他也信守承诺，将杀人细节如实告诉了小黑，不过又向他提出了一个条件，这次他想吃剔骨牛排，并且要米其林5分数的，还必须得配上音乐。小黑这次都懒得搭理他，反正已经有了供词。谁知男人又说，还记得10年前帮助胖子辩护的律师吗？他在我的手里，如果1点之前我吃不上牛排，那就等着给他收尸吧。小黑听后立马查了一下，律师3天前果然失踪了。他立马安排人准备牛排，然而典狱长却看不下去了，故意将牛排检查了一遍又一遍，因此耽误了8分钟。男人吃着东西并没生气，将律师的下落告诉了小黑。可当小黑赶到时，律师正好在8分钟前咽气，一切都计算得刚刚好。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小黑断定男人在外面一定有帮手，于是把他关进了小黑屋，防止他与外界联系，并向法官提出申请，禁止任何人探望。法官刚刚同意，他的手机就响了。Hello？ 原来当年就是这个法官判决的案子，现在他也死了，下一个又会是谁？小黑再次找到男人，劝他收手。男人微微一笑，那你明天早上6点放我出狱，并撤销我所有的罪行，不然我将大开杀戒，你的同事们都得死。小黑知道他是玩真的，但这个条件他办不到，于是将手下全部聚集在办公室。就这样，一群人硬生生熬到了6点，但什么事都没发生。众人松了一口气，准备回家补个觉。谁知刚上车就发生了连环爆炸，这次一共死了6个人。警察在每辆车的油箱里都发现了炸弹残留物，只要启动引擎就会立刻爆炸。可男人明明在黑屋关着，他难不成有通天的本事？很快，小黑在侦探嘴里得到了答案。原来男人以前是情报局的智囊军师，是天生的战术家，拥有走一步看10步的预知能力。也就是说，从入狱的那一刻起，他就计划好了
一切，得知了男人的恐怖，连市长都开始变得恐慌，甚至暗示典狱长想要不动声色地除掉他。然而还没等到那天，就在典狱长跟着小黑参加同事葬礼的路上，一台全自动的机关枪对着典狱长的车疯狂扫射，最后直接爆炸。男人再一次隔空杀人，政府高层马上做出反应，进行全城戒备，所有学生停课，警察24小时巡逻。小黑也忙得焦头烂额，没日没夜的调查却毫无进展。直到他收到一封匿名邮件，内容是男人名下的房产单，有一处废弃仓库引起了小黑的注意，因为他的位置就在监狱的附近。来到仓库一看，里面全是各种武器装备，并且还在汽车下面发现了一个通道，里面的监控可以观察整座监狱，并且通道的尽头就是男人所在的牢房。小黑瞬间恍然大悟，哪有什么隔空杀人，自始至终男人都能来去自如。而当他们来到牢房，男人早已不见了踪影。此时的他已经化身为清洁工，混进了市政大楼，并且安装了一枚威力十足的燃烧弹，一旦引爆，整座大楼将不复存在。与此同时，小黑在通道里的资料上也研究明白了男人的计划。他们立刻赶往市政大楼，虽然没有抓到男人，好在发现了装燃烧弹的箱子。不过头大的是，他的引爆装置竟是一部手机，也就是说，无论男人身在何处，只要拨打电话就可以。而在燃烧弹的楼上，所有高层陆续到齐，就为了开会商讨男人的事。警察想要通知他们，但被小黑拒绝了，因为他心里已经想好了应对方法。等到男人从外面回到牢房时，小黑已经等在了这里。他劝男人不要再继续了，10年前的那个案子的确是我错了，但你已经杀得够多了，一味的报复并不能给你带来什么。但男人却说，要不咱俩再谈个条件吧。小黑摇了摇头，他不会再跟罪犯做交易了。男人欣慰地笑了，因为跟罪犯谈条件只会让惨案不断发生。他知道仅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撼动腐朽的司法体系，但至少他可以用一次次犯罪、无数条人命来唤醒一个律师的初心，让他明白正义的原则。再多说一句，还记得小黑收到的那封匿名邮件吗？其实是男人发给他的。现在所有目的已经达到，他也了无牵挂，直接拨打了引爆电话。小黑见状迅速走出牢房，并关上了铁门。原来他把那个箱子放在了牢房里，但男人发现后并没感到意外，而是拿出了10年前女儿送给他的手链，静静等待自己的终结。很多人都说这部电影的复仇过程很精彩，烂尾烂的也很漂亮，但我觉得如果反过来想一下，男人的妻女死掉后，他在人世间只剩下绝望和仇恨，并且在双手沾上罪恶的情况下，结局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？